Hello，海外的朋友们，大家好！华语地区的观众，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这边应该是过春节，是一期没有任何稿子、没有任何的准备的一个长视频。但这个东西是跟短剧相关的，所以只是去探讨一下为什么短剧会火吧。因为我刚从我的外婆家回来，然后我的小姨从外地回来，从一开始。这个我妈就开始叨叨说，她是在老家去照顾我外婆，她照顾的比较多。但是我的小姨呢，就是因为考到了大城市，在附近一个大城市，然后可能不怎么回来，但是每次都回来呢，就是会拿一些东西。再加上我妈生的是我嘛，女孩儿，然后呢，我小姨生的是我表弟啊，男孩儿，所以她觉得我外婆重男轻女。虽然我觉得还好她觉得什么外婆都是给了她给了这我表弟啊，就是七七八八抱怨一堆。然后给我小姨来之后呢，又说，就是说你不照顾我妈，又这那。对，说完这个之后呢，后面又开始说这个什么房子的事儿，可能我们跟有什么房子有关，我就不想听了。基本上从2个多小时之前一直在那儿说吵，完了之后差点吵起来，3个人啊，吵得我脑仁儿疼，真的。后面又去聊了另外一个亲戚的事情，然后就暂时好了一些。然后又开始谈这个房子的事儿，这个怎么分钱的事儿，可能要是把什么老房子卖了吧，这我就不想关心了，我一点儿没兴趣。我现在就不管了，回到我自己待的房间，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为什么讲这个事情呢？不是说就把我自己的事情去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大过年的我们经常我们中国人会说，或者这个华人会说大过年的，我不知道咱们如果有越南或者泰国的观众会不会这么讲。都说大过年的，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家庭矛盾。其实很多时候大过年的时候，所有的家庭矛盾会在大过年的时候集中爆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这样的感同身受。我之前去看短剧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海外观众看到的短剧是一些霸总剧，比如说《霸总爱上女孩》，大家可能看的是这种。其实这半年以来特别火的，就叫做家庭剧。什么叫家庭剧呢？大概就是讲这些东西，家长里短、七大姑八大姨这些事儿。这个剧的爆发应该是青花岛做的这个闪婚老半是豪门之后，开始做一些就是中老年题材、大城市场喜欢的这种剧。比如说有一部剧叫《团宠老妈惹不起》，它的主角叫刘美熙。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主角的老妈有3个儿子，她很早就离婚了，然后带着3个儿子就离开了他们这个小镇吧。然后这3个儿子都混成了特别大的大老总。这个老妈呢，回来给她的老父亲祝寿。然后就被他老父亲看不起。他有2个妹妹，他2个妹妹呢都有自己的小孩儿。2个妹妹就是那种灰眉瞪眼的，就是看不起这个大姐，觉得她就是离婚出去了，又自己一个人又穷，然后养了3个儿子都穷，就这样去嘲讽她。然后当时我记得这个剧的开头就是他带了一瓶酒。然后他们都说这酒是假的，就东扯西扯，就是又说这酒是真的了，又说这人说这酒是假的，这说又值几千万还是1个亿什么我忘了。大概就扯了好多集。然后呢，又开始说那个二姐、三姐好像他们的小孩儿都特别牛，都是在什么大企业、大药厂工作。那结果呢，到了最后吧，翻出来的身份就是，其实团宠老妈是个特别牛的人，她的3个儿子也特别牛。其实她弟妹的小孩儿这些工作都得倚仗着这个老妈、这个大姐的小孩儿，因为这个老妈受欺负，所以他们几个人就被打脸了。大概是这样。后面到最后呢，老太爷也是承认了这个大姐确实是很厉害，对家里付出了很多，这么多年来很对不起她之类的东西。这就是叫团宠老妈惹不起，一个非常票房非常高的一部短剧。其实还有很多剧啊，我想想看，比如说我们公司最近有几部剧，有一个叫《我死后不孝儿杀疯了》，对吧？这样听题目就能猜出是什么。还有这个《奇葩兄长》，《奇葩兄长》的这个讲的是几家人因为拆迁的事情闹的一些矛盾，就是跟房子有关系的。我觉得很多东亚家庭的很多的矛盾纠纷，就是这种亲戚关系，七大姑八大姨扯不清的关系。然后还有就是分房子啦、分财产啦、分遗产啦，谁来孝敬父母啦，谁付出的多啦，谁付出的少啦，就是很多这种东西，我不是很清楚。就像北美这块西方国家一些家庭可能不太能理解我们东亚人的这种东西吧。短剧它有一大种类，就是这种家庭的纠纷，在中国跑得很好，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拍的票房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这种短剧的本质其实就是反映了某一部分人的心理。我一直说短剧的本质是一种情绪，是一种多巴胺，它只要抓住了别人的情绪，那么它就能赚到钱。它其实跟故事情节，比如说像电影有什么人物弧线这些东西，它完全不相干。你只要抓住了人物的情绪，不停地调动起这个情绪就可以。我之前有一个短剧的编剧，他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其实他发现短剧的本质就是后悔、求原谅。比如说很多的虐心的这种女频剧，那其实她就想说让丈夫去后悔，去知道原来我作为妻子是好的，那么就让别人去后悔，或者是一些子女想让母亲去后悔。比如说像我妈这种情况啊，她觉得她自己付出了很多，对外婆很多，但是她可能没有获得这么多的我外婆的一些关注也好。那她如果看到一个短剧，她突然觉得啊，这个女的说的就是我，这个母亲对我这么的不公平，所有的好的都给了孙子。但是呢，这个短剧最后老母亲又后悔了，哦，知道这个大女儿是好的，或者知道真正付出的是大女儿，然后抱头痛哭。因为其实在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里，我们不能说是跟这个父母反目为仇，这可能是我们所谓的不孝嘛。我们最后只能说让父母去后悔，有点像哪吒一样，哪吒是我死了之后重生了，我的骨肉还给我的父亲，那这样子我们俩就两相断了。这就是我们思想中的一个东西。其实短剧很多反映的都是这种，比如像刚才说的这个团宠老妈，就是让这个父母最后知道，哦，原来我的大女儿是最好的，是最厉害、最孝顺的。我的二女儿、三女儿其实对我没有那么好，他们是在惦记我的财产之类的东西，是幡然悔悟、幡然悔恨。像我说的这种老年剧、亲情剧，那也是这种悔恨。然后包括女频剧、霸总剧，很多都是悔恨。其实你去看前半年的很多短剧，它很多都讲了弟悔恨啦、哥哥悔恨啦、亲生父母悔恨啦，都是这种，就是同一个故事形式，只是把哥哥改成妹妹，或者是哥哥改成姐姐。大致的这剧情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女孩是亲生的，她有她的两个哥哥，还有爸爸妈妈，但是呢，他们又领养了一个妹妹。那所有人其实对妹妹很好，但妹妹特别的绿茶，打引号的绿茶，然后呢，就导致所有一家人都对她不好。之后呢，他就死了，死了之后重生之后呢，他开始不再像原来一样去这样生活。然后他的父母，他的哥哥突然发现，可能正常情况下是其中一个人，比如说他的哥哥或者二哥，突然发现，哦，原来我的妹妹是对我最好的，原来我的妹妹是真心对我的，我的亲妹妹是真心对我的，而我的这个领养的妹妹其实可能没有他表面上看的那么好。然后开始去悔恨，觉得哎呀，我其实当时不应该对他这样，怎么样。所有的根源就是一个词，就是悔恨。那还有一些，比如说逐出家门后，我记得有一些短剧叫《逐出家门后》，全家人什么追着我宠，或者是怎么样。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一种，我们可以理解为短剧是一种精神的安慰剂，就是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让他去完成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说他的母亲是真正的理解他的，比如说他的付出是真正得到回报的，无论是从他的母亲那儿，还是从他父亲那儿，还是从他的老公那儿，或者前男友那儿。这编剧想写剧本的时候，其实你要最根本的了解是人性。中国有一个短剧制作公司叫听花岛，非常有名。他最早的创始人叫咪蒙，他当年在公众号起来的时候，微信公众号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写公众号文章，偏偏是10万加，都是大爆款。然后我印象中，他当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个寒门学子之死》。后来被爆出来，其实这个文章的内容一部分是杜撰的，就是假的。整个这个人给封杀了，微信公众号就被封杀了。之后呢，短视频起来之后，抖音起来之后，他就开始做抖音。那短剧起来之后，咪蒙就开始做这个短剧。那其实他抓住的本质都是一样，就是人的一个情绪。其实你只要拿捏住一部分人性，像他最早之前写的公众号，什么治小三、治绿茶婊，对吧？他说出了某些人心里想说的话，所以他的文章才能够做到偏偏10万加。然后呢，他从做到这个短剧之后，那他还是拿捏住了人性。其实他做的短剧真的我很佩服。听花岛做的短剧是每部戏都是爆款。听花岛一开始的这个《黑莲花上尉手册》，后来大家说是《极端复仇》，在中国国内是下架了的。到后面的一些没有那么血腥、那么强烈的情绪，去开始做一些
女性互帮互助的，比如说我觉得这部剧不错，叫《引他入室》，然后也拍得很有质感。包括他后来拍的《闪婚老伴儿是豪门》这部剧，都是这抓住了一部分人群的心理。比如说我们现在分析这个《闪婚老伴儿是豪门》，它是可以说市场上第一部成功的拍中老年为主角的这个剧，中老年的恋爱。那我甚至去拆解过他的剧的剧本，包括哪些呢？这个故事是什么？大致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主角就是一个比较老实巴交的一个女人，她的儿子呢就是比较胳膊肘向外拐，就是一直向着她的儿媳妇儿。他的儿媳妇呢又特别看不起这个女主角，因为她是农村人，一直说这个农村人怎么怎么样，你们穷啊、脏啊，瞧不起。包括他儿媳妇的这个妈妈，应该是亲家吧，也是很瞧不起他们农村人。但是呢，她就是比较看起来很温婉、很善良、比较老实巴交的那种中年女子。By the way，我看了一下，这个女孩居然是90后，我一直以为她年纪可能更大一点，她看起来比较成熟。这个女主她就是后面遇到了豪门大老板，但是这个大老板呢是很担心是不是就是说有些女的是看上他钱了，所以他就装作没有钱的样子去跟他去谈恋爱。其实套路也是一样的，跟之前年轻的霸总的套路是一样的，就两个人很快的就领了证，结了婚。然后这个女主呢，就是一直对这个老伴儿，就是说啊，很帮助他呀，很照顾他的起居生活呀，也不贪什么钱财之类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中年妇女。后面就是出现了几个人物，那第一个就是一个吃拿卡要的哥哥，我印象中是哥哥，就女主的哥哥。听说女主好像买了个房子，然后呢，就他的哥哥带着他的老婆就过来吃拿卡要，说你住这么好的房子呀，你这个酒得给我，你这什么什么得给我。你看从这一点上，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很多家庭应该是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没有边界感、吃拿卡要的亲戚。我相信很多东亚国家应该是我们其实文化都是相通的，我觉得你们也会有这样的亲戚。那么在这个剧中就出现了是专门设置的这个一个角色。那包括是女主的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儿子，这个角色设置也特别好，因为我相信有很多这个东亚国家，有很多的所谓的丈母娘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对吧？儿子你是我生的，但是你为什么去向着一个外人，向着你的老婆，你不向着我，对吧？然后再加上一些所谓的城乡矛盾，这个可能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啊，就是城乡矛盾，我们这儿是肯定有啊，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所谓的乡下人、农村人，这是可能跟我们的户籍制度有关系。互相的看不起，把这个矛盾放进去，对吧？把这个婆媳之间的矛盾放进去，然后把这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儿子这个角色设定进去，然后有一个吃拿卡要的哥哥啊，进来问他要钱，然后被他的这个霸总老公给赶走了。最后就是发现他这个哥哥一直问他要钱，你看这个家庭关系，其实很多中国家庭是有这种重男轻女的情况，也有很多女性在背负着她本不应该背负的经济的负担，比如说去养她的弟弟，帮她弟弟一家去买房啊这种东西。然后故事发展到女主回家之后，发现她的哥哥常年在问她要钱，说要回她老家修祖坟。但是呢，他其实钱都花光了，就去打麻将了，就是一个不争气的一个哥哥，全部都花光了。但其实他老家的坟呢，都被洪水都冲垮了，都没有人去管。那其实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他就回到老家，又怎么跟他哥哥对峙，最后就是他的霸总老公跟他这个干女儿，然后又回来，就是帮助这个母亲。这个青花岛的这个爆款叫做《闪婚老伴儿是豪门》，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其实他在其中埋了非常多的这个钩子啊，人物的关系，这个人物关系是真真实实的反映了很多中国家庭，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中亚家庭都有的一种情况。这种理不清、扯不断的家庭关系，然后再加上一些给这种所谓中年的女人的一些幻想，就比如说我嫁了一个对我特别好又特别有钱的这个霸总的中年老公，是大老板，给我扬了威风，对吧？让我在村里人面前有可能挺起腰板了，或者说我能够在我家里挺起腰板了，其实就是满足他们的一个幻想，一个 fantasy，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闪婚老伴儿是豪门。然后从《听花岛》这部剧开始呢，就开始我们市场上就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什么闪婚的霸总、中老年的霸总、中老年题材，有非常非常多。其实很多也就是我刚才说了，反映了一种缺憾，啊，捏住某一种人的某一种情绪。我们在这样拆解剧本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的元素捏杂在一起。比如说，你像我们还是说闪婚老伴儿这个，它可以捏一些这个中年妇女的这个幻想，霸总的幻想，然后再捏杂的一些家庭的关系。
有爱情、亲情，这几个部分都在一个剧里给它码齐了。这几个情绪点都拿捏住了，那所以基本上再加上人物塑造也很不错，选角儿也很准，所以基本上这个剧就是一个爆款的一个品质。包括这个团宠老妈，她其实一开始主要是反映了姐妹之间、兄弟之间的这种矛盾。第二段就是老妈去给她的儿子去找媳妇儿，就是觉得某一个小女孩儿不错，然后这个女孩儿好像是到她的什么公司去上班儿，但是另外一个海归呢，其实也正好来到这家公司，然后公司的员工又误打误撞的认为了这个千金海归是真正的整个公司继承人还是什么，大概是这一个故事。我们讲第一段是讲的团宠老妈姐妹之间的这种家庭关系，第二段讲的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它讲的是一种生育的焦虑，就是很多中国的中年人、老年人，他有一种生育焦虑，就是他一定要让他的子女生孩子，或者说我们在传统的古话里说，这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这就是一个生育焦虑。那其实他的这个团宠老妈第二段就开始讲中国人的一些生育焦虑，他一定要让他的大儿子一定要结婚，要怎么怎么着，然后就套进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第三段，我记得团宠老妈也是在自己相亲，相亲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男的，一个霸总，其实也是隐藏身份。那这个东西就跟《点天花岛》那部戏就很像，他就把这三个故事糅合在了一起，这也是一个大爆款。我再帮大家捋一遍啊，团宠老妈第一段讲的是跟这个亲戚之间的纷争。然后第二段呢，就讲了他要让他的大儿子找女朋友，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生育焦虑。然后第三段讲的就是一个中年女性的对霸总的、对异性的一种幻想。这三段放在一起，亲情、生育焦虑和爱情这三个糅合在一起，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爆款的一个这个长相，大概就是长这样。我不知道欧美人，其实我不知道有很多观众是其他国家的，尤其是西方国家。你们看这种短剧，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是猎奇呢，还是你能理解？我相信其实有很多的东亚家庭有这样同样的家庭的状态，比如说这种经济纷争啊、争财产啊、争遗产这种情况，或者说这个互相姊妹之间互相不对付、看不上这种情况。如果真正有这种感同身受的家庭，他一定能知道这个短剧在说什么，他也一定能理解，或者是部分能理解这个短剧所创造出的这个 fantasy 这个幻想。他最后一开始给你不停的有压力，因为他在反映你的真正的生活，甚至更加极端的去反映你现实生活，然后到最后去反转、去打脸、去把你的压力释放出来。然后有点像就是你抽烟之后，我个人不抽烟啊，就是你抽烟之后。整个人精神释放的一个感觉。最后呢，就是欢迎关注我的频道，我会做一些中国的短剧男演员的介绍、女演员的介绍。后期呢，我会去一些剧组进行一些采访，比如说对男女主演员的采访，还有会连线一些短剧的导演，他可能拍过一些很不错的爆款，还有一些我自己个人的一些视频随笔。我最近碰到一个什么事情，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录一个视频，就剪出来，大概是这样。我做了一个小的 pin。然后可以挂在这里。以后可能采访的时候我会带着这个，这就是我一个频道的标识。等到我关注人越来越多，后面有收入之后呢，我应该会自己再做一个新的 logo，这个是 AI 生成的，但我觉得还可以，叫 Short Drama Decode。我目前的频道叫这个名字，中文名字可能还会改，现在没有想要做什么名字。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祝大家不要在桌上听到你，比如说七大姑八大姨、你的亲戚的争吵。我刚回来，真的吵得我脑壳痛。好了，谢谢观看，我是 Maggie，来自中国的短剧制片人，谢谢。